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能力也很强，甚至为公司为团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总是遭到小人的嫉妒，甚至无故被打压？你是不是常常感叹，为什么那些看起来能力平庸、不怎么出风头的人，反而能够步步高升，甚至走到最后？而那些才华洋溢、锋芒毕露的天才，却往往在中途就黯然退场，甚至惹祸上身？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今天这支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易经》64卦当中唯一一个六爻皆吉、非吉吉利的绝对神仙卦象，第15卦地山乾卦。在《易经》的智慧里，每一卦都有吉有凶，有得有失，因为天地万物本来就是福祸相依，唯独只有乾卦，无论你处在哪一个位置，无论你是刚出社会的菜鸟，还是已经位居高位的大老板，只要你懂得运用谦的智慧，你就能够逢凶化吉，无往不利。今天我们不讲深奥难懂的文言文，我们要把这部几千年的天书拆解开来，变成你人生破局的顶级生存指南。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藏锋守拙的最高境界，为什么越强大的人越懂得把自己藏起来？首先我们来看看乾卦的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这短短6个字道尽了人生的终极密码。乾卦的结构，上面是坤卦，代表大地，下面是艮卦，代表高山。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画面，一座巍峨雄伟的高山竟然甘愿隐藏在地平线之下。这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谦虚绝对不是你什么都不会、懦弱无能的自卑，真正的谦虚是你明明拥有一座高山的实力、才华与财富，却依然能够把身段放低，低到像大地一样平易近人，包容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卦辞说谦亨，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社会上亨通无阻。而更重要的是后面那4个字，君子有终。这世界上最难的不是短暂的成功，也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善终。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像西楚霸王项羽，像明朝开国功臣蓝玉，他们都曾经不可一世，但最后却因为骄傲自大而不得善终。只有懂得乾卦智慧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接着我们来看看《易经》的大象传是如何进一步解释乾卦的。大象传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剖多益寡，称物平施。这句话可以说是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刨多益寡的意思是把多余的减去，把不足的补齐。你看大自然，高山上的石头风化后会滚落到山谷，填平洼地，水往低处流也是为了寻找平衡。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当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了名声、财富与地位，你在宇宙的能量场里就是那个有余的人，你就是那座高高在上的山。这时候所有的风雨，所有的雷电，甚至别人的嫉妒与算计都会朝你而来，因为大自然要削弱你，来平衡这个世界。所以聪明的人懂得人工降雨，懂得自己把自己放低，这就是称物平施。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把利益分享出去，把功劳让给别人，把姿态放低。当你主动把自己变成洼地，全天下的水都会流向你，所有的资源与好运都会向你汇聚。那么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到底该如何具体运用乾卦的智慧呢？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拆解乾卦的6个爻辞，这6个爻就是我们人生从底层逆袭到巅峰的6个进阶步骤。第一阶段是初六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什么是谦谦？就是谦虚再谦虚，谦虚到了极点。这对应到我们的人生，就是当你刚刚步入一个新环境，比如刚进一家新公司，刚进入一个新产业，或者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无所有，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你唯一的武器就是谦虚。遇到不懂的事情，虚心求教，
面对前辈的指点，甚至是有意的刁难，你都要默默忍受，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吸收。因为你把姿态放到了最低，没有人会把你当成威胁，大家反而会觉得你这个年轻人懂事好学，愿意把资源和机会给你。爻辞说用涉大川，极，意思是只要你保持这种极度谦虚的态度，即便你要去面对极大的困难，跨越巨大的险阻，你也一定能够逢凶化吉，顺利度过难关。因为在这个阶段，谦虚就是你的护身符。到了第二阶段，六二爻，名谦真吉，名就是名声远播。当你在初六阶段默默努力，不断累积实力，同时又保持着极其谦卑的态度，时间久了，大家一定会发现你的好，你的谦虚，你的才华，你的人品，开始在团队中产生了共鸣，这就是名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爻辞说真吉，真就是坚守正道。当你开始受到大家的赞赏，当别人开始夸奖你能力强又谦虚的时候，这是最容易迷失的时刻。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暗自得意，开始飘了。六二爻提醒我们，你必须坚守你最初的那份真诚与谦虚，不要因为别人的夸奖就改变了自己的初心。你的谦虚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修养，而不是为了博取好感的表演。只要你能守住这份真诚，好运就会一直伴随着你。接下来是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第三阶段，九三爻，劳谦君子有终，吉，这是谦卦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爻。这对应到什么时候？对应到你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做成了一个大专案，你成为了团队里的明星，你甚至功高震主了。劳就是功劳成就。我们想想看，当一个人拥有巨大成就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居功自傲。这件事没有我怎么可能办得成？老板能赚这么多钱都是靠我。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危险就已经悄悄降临了。因为功高盖主是职场与人际关系中最致命的毒药。九三爻的智慧在于劳谦，功劳越大，姿态越低。当大家都在为你庆功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功劳归给老板的英明领导，归给团队的通力合作，归给时代的机遇，甚至归给运气，而唯独把辛苦和责任留给自己。就像清朝名臣曾国藩，他在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不世之功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主动裁撤自己的湘军，把权力交还给朝廷。这就是劳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君子有终，即保全自己的成就，安稳地走到最后。度过了危机四伏的第三阶段，你来到了第四阶段，六四爻，无不利，挥谦。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晋升为公司的高阶主管了。你的下面是有着巨大功劳和能力的九三爻，你的上面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六五爻。你夹在中间，就像一个三明治，如果处理不好，上面猜忌你，下面不服你。挥谦的挥是发挥、散布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你的任务不是去抢风头，更不是去跟下面的人抢功劳。你必须要把谦虚发挥到极致，发挥润滑剂的作用。对下，你要大力提拔那些有功劳的年轻人，把舞台让给他们。对上，你要时刻展现对老板的尊重与服从，不越雷池一步。你不去争夺任何光芒，你只做那个默默支撑所有人的人。当你做到了极致的圆融与退让，你就能够无不利，在复杂的权力游戏中游刃有余。然后我们来到了代表君王、老板位置的第五阶段，六五爻，不复以其灵，利用轻伐，无不利。这一爻非常特别，你已经是老板了，你已经处在权力的最高点。这时候的谦虚是什么？难道是天天跟员工鞠躬哈腰，任人欺负吗？当然不是。易经在这里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答案。真正的谦虚是带有雷霆手段的。不复以其灵，意思是你不靠财富或权力的威吓来统治，而是靠着你平常累积的谦德、你的企业文化、你的愿景来凝聚众人。但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团队里出现了破坏规则的毒瘤，出现了骄傲自大、欺压同事，甚至损害公司利益的恶人，你该怎么办？爻辞说，利用轻罚，无不利。这个时候，你必须果断地拔出宝剑，用强硬的手段去讨伐他们，去开除他们，去惩治他们。因为保护一个公平、正义、谦虚的环境，就是对所有人最大的谦虚。这叫做菩萨低眉，金刚怒目。谦虚绝对不是没有底线的老好人。当你需要捍卫核心价值时，果断出手，这才是高位者应有的大格局。最后，我们来到了人生的巅峰与尾声，上六爻，明谦，利用行师，争一国。你已经功成名就，甚至可能准备退休了，或者你已经站在了行业的最顶端，此时你的名声已经天下皆知。但是在这个无人能敌的境界里，易经却告诉你，你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敌人需要去征讨。这个敌人是谁？不是外面的竞争对手，而是你自己的内心。争一国的一国指的是自己的领地，也就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一个人走到顶点，最大的危机就是不可救药的傲慢、自满和固步自封。上六爻警告我们，谦虚是一场终生的自我修行。即使你已经站在山顶，你依然要像带兵打仗一样，时刻警惕自己内心滋生的骄傲，不断地与自己的自大做斗争，永远保持空杯心态，这样才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分析完了这6个爻，我们该如何把这套被称为神仙卦的智慧真正落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在这里，我为大家总结了在4种不同生活情境下的建议与做法。第一，当你遇到低谷与打压，或者是刚进入新环境时，你的做法必须是初六的谦谦君子，不要抱怨世界不公，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收起你的锋芒，把你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把姿态放到最低，多做事，少说话。你要记住，当你趴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能把你打倒。这个阶段的谦虚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积蓄一飞冲天的能量。第二，当你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掌声时，你必须实践9-3的劳谦，这时候是你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你越成功越要小心翼翼。面对赞美，你要学会转移光环，把功劳分给你的伴侣，感谢他在背后的支持；把功劳分给团队，感谢大家的努力；把成就归结为运气和时代的红利。绝对不要在朋友圈里疯狂炫耀你的财富和地位，因为每一次炫耀都在消耗你未来的福报，都在为你招惹潜在的敌人。有功而不居才是真正的大智慧。第三，在职场人际交往与利益冲突时，你要学会6-4的挥谦，不要总是想着争夺第一，不要总是想着在口舌上占上风，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承认别人的优秀。在一个团队里，做那个愿意把掌声送给别人的人，做那个愿意去弥补漏洞而不是抢夺功劳的人。当你放弃了对虚名的争夺，你会发现所有实质的利益和人脉反而会源源不绝地向你靠拢。第四，当你是团队的领导者，面临重大抉择或管理问题时，请记住6-5的利用轻罚。谦卑不等于软弱，对待认真做事、本分守己的人，你要像春风一样温暖谦和。但如果遇到了破坏团队和谐、骄傲自大、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刺头，你必须雷厉风行的处理。你的强硬是为了保护那些真正善良谦虚的人。你的管理不仅要有温度，更要有尺度和底线。各位朋友，回顾整个地山乾卦，它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无比深刻的宇宙真相。这世界上所有的强大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张牙舞爪，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深藏不露。我们总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拼命的想要垫高脚尖，想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厉害。但我们却忘了，易经几千年前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不管是老天爷、大自然、无形的力量，还是世间的凡人，所有的规律都指向一点：厌恶骄傲自满，而庇护祝福谦虚的人。把你心中的那座高山深深地隐藏在大地之中吧。当你不再需要用外在的张扬来掩饰内心的匮乏时，你就拥有了真正无坚不摧的力量。谦虚不是无能者的遮羞布，而是强者最华丽的铠甲。这支影片到这里即将进入尾声，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在你目前的人生阶段里，你是正在经历初入社会的谦谦君子，还是功劳满满却倍感压力的劳谦？又或者是你正在苦恼如何做到谦虚又不被别人当成软柿子捏？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目前遇到的处境，或者分享一个你人生中因为谦虚而躲过一劫，或是因为骄傲而跌倒的真实故事。我会在留言区仔细阅读你们的分享，并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用牵挂的智慧来破局。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在努力奋斗却偶尔感到迷茫的朋友们。也许你的这一次分享就能够成为他们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按下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一起解码更多人生突破的智慧。我们下次见。